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爸妈去参加亲戚婚礼吃席，竟被安排和狗坐在一桌。婶婶在家族群里艾特所有人，家人们，我刚发了个小视频，大家帮忙点点赞哟。紧接着，婶婶又单独艾特我，特意嘱咐我看完后务必发表一篇500字的长评。我好奇地点开视频，只见热闹喜庆的农村婚礼现场，众人都在兴高采烈地吃席。然而画面一转，我看到爸妈孤独地坐在角落里，身旁的桌子上2只狗正欢快地啃着骨头，而他们满脸都是屈辱。婶婶那得意忘形的声音传来，这就是不给地皮让我们建房子的下场，以后家里再有喜酒，你们就只配跟狗坐一桌。看完视频，我气得浑身发抖，当即决定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恶劣行为付出代价。我反手就下单买了一辆奔驰车，准备在下次开席时邀请全村人来见证婶婶一家从高高在上跌入谷底的狼狈模样。堂妹结婚的时候，我没能参加婚礼，因为我买彩票中了500万，正忙着去兑奖。在兑奖之前，我已经仔细规划好了这笔钱的用途，拿出50万给爸妈养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告别常年租房的日子，再购置一辆代步车。剩下的钱一半取成现金，一半存进银行。对了，堂妹曾在朋友圈晒过一款驴牌包包，说特别想要。我中奖后想着买下来当做她的新婚礼物，可还没等我送出这份礼物，婶婶就先在家族群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她那嚣张的行径简直是把我们一家的尊严狠狠踩在脚下摩擦，这口气我怎么可能咽得下去？当然咽不下去。我立刻取消了给堂妹买包的订单，转而买了一辆奔驰车。随后我在家族群里艾特所有人，家人们，我正准备去提一辆奔驰车，大家记得留好肚子，明天来我家吃席，我给大伙准备了惊喜哦。消息发出去后，群里先是安静了几分钟，紧接着消息像雨点般密密麻麻地涌了出来。婶婶第一个跳出来艾特我，婷婷，昨天你没来喝喜酒，没跟狗坐一桌，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像发了疯似的，尽说胡话。叔叔也跟着嘲讽道，艾特谢婷婷，你该不会是想说自己中彩票了吧？真是笑掉大牙，你都能买奔驰了，那我怎么也得买辆帕拉梅拉，不然被你比下去，你叔叔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堂妹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姐，你别赌气说气话了，赶紧把消息撤回，我们就当没看见，不会笑话你的。其他亲戚也纷纷跟风，言语间满是讽刺和嘲笑。这也难怪，我家一直比较穷，在他们眼里我家就是不如他们，这种嫌贫爱富的态度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好在大伯家的堂姐和我关系不错，她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详细的给我描述了那天爸妈在婚礼上的遭遇。堂妹结婚那天，爸妈满心欢喜的去吃席，当他们找好位置正要坐下时，叔叔和婶婶突然出现。叔叔一把将我爸拉开，说道，谢大强，这儿可不是你们能坐的地儿。说完，叔叔便把爸妈带到了角落里，指着一张桌子说，你们坐这儿。爸妈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因为那张桌子上正坐着2只狗，它们正大口大口地啃着骨头，吃得津津有味。婶婶满脸傲慢，趾高气昂地说道，你们顺便帮我看着点，别让我家小可爱吃撑了。我爸强忍着怒火，没有吭声。我妈却气得满脸通红，
大声说道：“谢大国，我们好歹是你哥嫂，来喝你家喜酒，你却把我们安排和狗坐一桌，你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婶婶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一脸傲慢：“哟，嫂子，你可别把自己和我家小可爱相提并论，你们可没他金贵，能和他坐一桌，那是你们的福气。”我爸实在忍无可忍，拉着我妈就要离开，愤怒地说道：“老三，没有你这么侮辱人的，这喜酒我们不喝了。”就在这时，堂妹穿着高跟鞋走了过来，她皱着眉头，满脸嫌弃地说道：“二伯二伯母，谁侮辱你们了？今天可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婷婷姐不来也就算了，你们还在这儿闹事，像什么话？”我妈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说道：“轩轩，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们闹事？我们怎么说也是你的长辈，你却把我们安排和狗坐一桌，这不是侮辱人是什么？这喜酒我们喝不起，还躲不起吗？”堂妹一脸嫌弃，像看垃圾一样看着我妈：“二伯母，小可爱是我弟弟，跟家人没什么两样。你和哲坐一起，怎么能说是侮辱人呢？倒是你们，他那么金贵娇气，是狗中的贵族，跟你们坐一起，简直是降低他的身份。”堂妹的这番话让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在有些人眼里，人在他们心中的分量，竟然真的比不上一条狗。众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说叔叔婶婶一家做得太过分，有人说我爸太懦弱，活该被欺负，还有人说狗狗那么可爱，和狗坐一桌又怎样？在众人的议论声中，我爸的脸涨得通红，我妈的眼睛也气得发红。叔叔他们人多势众，而且今天又是堂妹的大喜日子，爸妈不想把事情闹得太难看，便想离开。然而叔叔接下来的话却像钉子一样，把他们的脚步定在了原地。谢大强，你今天要是敢迈出这一步，我马上让我女婿封杀婷婷，让他以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农村跟你一起种地。爸妈虽然满心屈辱，但在女儿可能被针对、被欺负面前，这点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最终，他们还是无奈地坐了下来。在热闹非凡的婚礼现场，大家都吃得开心畅快，只有我的爸妈面对着桌上的狗粮，心中满是屈辱。以我爸妈向来报喜不报忧的性子，如果不是婶婶把视频发到家族群里，还特意艾特所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我一直都知道叔叔婶婶看不起我家，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仗着有点权势，嚣张到这种地步。家族群里，叔叔婶婶一家还在不停地叫嚣，我立刻补充了一句：明天的喜酒，小叔一家和狗禁止入席。婶婶看到消息后，直接发语音开骂：哎呦，谢婷婷，你这演戏还上瘾了是吧？还奔驰，就你那点工资，买个雅迪电动车都费劲，给你点颜色，你还真当自己能开染房了？我倒要看看你明天怎么在这儿装模作样。你跟你爸妈一样，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没本事就把尾巴夹紧点，别到处乱晃，招人嫌。敢惹我，信不信我让我女婿把你封杀了？婶婶那嚣张跋扈的声音在群里不断回荡，大伯母实在看不下去了，出来打圆场：老三媳妇，你少说两句，大家都是亲戚，没必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吧。婶婶却不领情，声音愈发尖锐：亲戚，大嫂，你这话说的可真轻巧，我就问问，老二一家把我们当亲戚了吗？当初让他们把村里的地皮让给我们建房子，他们死活不肯。现在好了，国家出了新政策，我们再也回不了村里建房子了，
他们就是一群黑心肝的，自己穷得建不起房子，还霸占着地皮不放，活该一辈子在农村吃苦受穷。这件事我听爸妈提起过，前2年叔叔想回老家建房子，就找我爸妈要一块地皮。叔叔当年把户口迁到城里的时候，把老家的房子给卖了，现在突然想建房，只能重新买地皮，而我家恰好有一块空地皮。当时妈妈还特意打电话跟我商量，问我给不给。叔叔的意思是这块地要免费给他，我家1分钱都别想拿。这年头去外面打包东西，多拿一双一次性筷子都得收钱，叔叔却想白白拿走我家一块地，这怎么可能？于是在我的建议下，爸爸委婉地拒绝了叔叔的要求。没想到叔叔一家竟然怀恨在心，这次借着堂妹结婚的机会，彻底跟我家撕破了脸。撕就撕吧，我可不怕他们。我在群里回复道：叔叔婶婶，听说你们给轩轩买了套房子当嫁妆，那能不能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呀？婶婶立刻回道：你算哪根葱？凭什么把房子过户给你？我反问道：那你们又算哪根葱？凭什么想白白拿走我家的地皮？叔叔不耐烦地说道：别扯那些没用的。谢婷婷，我问你，明天要是拿不出奔驰车，你打算怎么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我反问道：要是我拿得出呢？婶婶轻蔑地笑道：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凳子坐，谁稀罕你的头？我要的是让你们一家从高高在上的天堂狠狠跌入黑暗的地狱。我马不停蹄地去提了一辆奔驰车，还找了个代驾小哥，让他明天帮我把车开回老家。一切准备妥当后，我连夜赶回了老家。第2天中午，乡亲们陆续来到我家吃席，叔叔一家也来了，婶婶还带了几个装修工人。他左看右看，确认我家没有奔驰车后，大手一挥，就要拆我家的房子。爸妈赶紧上前阻拦，婶婶一脸傲慢地说道：二哥二嫂，婷婷跟我打赌输了，你家这房子现在归我了。妈妈气得浑身发抖，凭什么？你们在城里都已经有房子了，为什么还要抢我们在农村的房子？当年分家的时候，好处都被你们占了，这些年你们明里暗里欺负我们，我们都忍了，现在还想打我家房子的主意，没门！婶婶一脸嚣张：我的好二嫂，不管在外面混得再好，人总是要落叶归根的。当初你们要是乖乖把地皮让给我们建房子，哪会有现在这些事？二嫂，我可跟你说，嘴巴是用来说好话，讨人喜欢的，不是像你这样，净说些让人听了不高兴的话。这么多年了，你这臭脾气怎么还不改？当年你不会讨好公婆，分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捞着，现在还不知道讨好我。等哪天你流落街头了，可别求我给你一口饭吃。废话少说，赶紧收拾东西，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婶婶说完，满脸兴奋地看向我：婷婷，现在该你上场了。没错，昨天在家族群里，我跟婶婶打了个赌，如果今天我拿不出奔驰车，不仅要把老家的房子过户给婶婶，还要跪下把她的鞋子舔干净。相反，如果我真的买了奔驰车，婶婶就得把她家的财产全都转让给我，并且给我爸妈磕头道歉。对于这场赌局，婶婶觉得自己稳操胜券，她认定我就是个没钱还爱吹牛的穷鬼，根本不可能买得起奔驰车。尤其是见我一直沉默不语，她以为我害怕了，心里更是得意的不行。婶婶伸出右脚，一脸得意地说道：来吧，跪下把我鞋子舔干净。我今天早上特意穿着去遛狗的鞋子，
上面沾了不少狗屎，你舔起来肯定别有一番风味。年轻人，别怪婶婶心狠，我这是替你爸妈教训你，做人要脚踏实地，别自不量力。乌鸦就是乌鸦，永远别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婶婶那尖酸刻薄的嘴脸，实在是让人作呕。众人的目光都纷纷投向我，满心期待着我的反应。我给了爸妈一个让他们放心的眼神，然后看向婶婶。婶婶，要不咱们这赌局就算了吧，我怕你没吃饭，磕不了100个响头。婶婶怎么可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她大声叫嚷着，让我别想耍赖，必须按照赌约办事。堂妹在一旁捂着嘴偷笑。姐，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我点了点头。是啊。叔叔见我这样，顿时火冒三丈，撸起袖子就朝我走了过来。谢婷婷，愿赌服输。你在这儿磨磨蹭蹭，拖拖拉拉的，想干什么？我冷笑一声，当然是在等叔叔的私生子，我的好侄儿来吃席啊！小贱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找打是不是？叔叔说着，抬手就想打我，却被爸爸用力推开。谢大国，你敢动我女儿试试？叔叔想还手，可他那大腹便便的身材，那是爸爸的对手。叔叔恼羞成怒，竟然当场放话，谁能打掉我一颗牙齿，就给他5000块。在金钱的诱惑下，村里出了名的二流子谢能真的朝着我走了过来，眼看就要动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我的奔驰车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姗姗来迟。车门缓缓打开，一个小男孩从车上跳了下来，径直跑过去，一把抱住了叔叔的大腿。爸爸，东东好想你啊！小男孩抱住叔叔喊爸爸的瞬间，仿佛一颗炸弹在人群中炸开，全场瞬间陷入死寂。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哗然，婶婶原本嚣张的表情瞬间僵住，转而变得茫然无措。她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小男孩，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几秒钟后，她像被点燃的火药桶，突然冲向叔叔，双手疯狂地挥舞着，对叔叔又抓又挠，嘴里还骂骂咧咧：“谢大国，你个没良心的东西，这野种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叔叔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他一边慌乱地躲避着婶婶的攻击，一边语无伦次地矢口否认：“别听这孩子胡说，这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的，想陷害我。”然而小男孩像是早有准备，他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举得高高的，大声说道：“爸爸，你看，这是你以前的照片，我一直带在身边，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照片上，年轻的叔叔笑容灿烂，而照片背后还有叔叔年轻时潇洒的签名，这铁证如山，让叔叔的狡辩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我爸妈向来报喜不报忧的性子，如果不是婶婶把视频发到家族群里，还特意艾特所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件事。我一直都知道叔叔婶婶看不起我家，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会仗着有点权势，嚣张到这种地步。我爸说罢，他掩面哭泣，转身朝着屋内跑去。婚礼现场原本喜庆的氛围瞬间被撕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乱与嘈杂。乡亲们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眼神中充满了惊讶与鄙夷。村里的二流子谢能原本被金钱冲昏了头脑，撸起袖子，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那架势恨不得立刻打掉我一颗牙齿。可此刻
他也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愣住了。原本伸向我的手停在半空，像被定格了一样，忘了落下。婶婶情绪完全失控，她一边哭嚎，一边对叔叔又踢又踹。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却在外面干出这种丑事！我要跟你离婚，我要把你的丑事告诉所有人，让你身败名裂！大伯母赶紧上前，费力地将婶婶拉开，试图安抚她激动的情绪。老三媳妇，你先别冲动，有话好好说。可婶婶根本听不进去，依旧哭天喊地，声音尖锐地划破长空。叔叔满脸窘迫，一边躲避着婶婶的攻击，一边还想试图解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早就跟他断了联系，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会找来。然而他的解释在婶婶的哭闹和众人的指责声中显得那么微弱。趁着现场的混乱，我深吸一口气，大声说道：叔叔，你不仅在外有私生子，这些年还一直想霸占我家地皮，欺负我爸妈。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看看你的真面目。说罢，我从包里拿出一叠准备好的文件，高高举起。这是叔叔当年为了买地皮，私下贿赂村里干部的证据，还有他和婶婶商量如何逼迫我家就范的聊天记录截图。我一张一张地展示给周围的乡亲们看，每展示一张，人群中就发出一阵惊叹和指责声。叔叔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懊悔。混乱稍稍平息后，我挺直了腰板，目光坚定地看向婶婶，说道：婶婶，现在该履行我们的赌约了，把你的财产转让给我，并给我爸妈磕头道歉。婶婶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她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说什么？都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想着赌约？这赌约不算数。我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播放之前在家族群里我们约定赌约的语音记录。婶婶，这可是你亲口答应的，大家也都听到了，白纸黑字，还有语音为证。周围的乡亲们也纷纷附和，就是说话要算数，不能耍赖。婶婶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她张了张嘴，还想狡辩，却被我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我直接拨通了律师的电话，对着手机说道：律师，叔叔婶婶这边违反了我们之前约定的赌约，我把相关证据发给你，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叔叔听到我打电话给律师，原本还强装镇定的他，此刻彻底慌了神，他的双腿开始发软，差点站立不稳，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他哆哆嗦嗦地伸出手，试图拉住我：婷婷，你别这样，咱们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叔叔知道错了，你饶了叔叔这一次吧。我侧身躲开他的手，冷冷地说道：叔叔，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你们欺负我爸妈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家族内部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一些原本和叔叔婶婶关系亲近的亲戚，看到他们做出如此恶劣的行为，也纷纷改变了态度。大伯一家始终站在我们这边，大伯母不停地安慰着我妈，大伯则严肃地指责叔叔的过错。还有一些亲戚虽然没有直接表态，但从他们的眼神和言语中也能看出对叔叔婶婶的不满。叔叔婶婶的一些朋友原本还在一旁观望，可随着事情逐渐朝着对叔叔婶婶不利的方向发展，他们害怕受到牵连，也开始悄悄地疏远他们。叔叔婶婶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往日在家族中呼风唤雨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此刻的他们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逐渐崩塌。在法律的强大压力和众人的强烈指责下，婶婶最终不得不妥协。在律师的见证下，他颤抖着双手，在财产转让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文件签署完成的那一刻，我看着叔叔婶婶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没有一丝喜悦，反而有些感慨。我拿着财产证明，大步走到爸妈面前，双手将文件恭敬地交到他们手中。爸妈，以后咱们再也不用受欺负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爸妈激动得热泪盈眶，妈妈一把将我紧紧抱住，泣不成声。婷婷，苦了你了，我们家终于熬出头了。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哽咽，女儿，你长大了，是我们的骄傲。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波，我和爸妈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用一部分钱重新修缮了老家的房子，原本破旧的房屋焕然一新，变成了温馨舒适的住所。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和果树，每当微风拂过，花香四溢，果实累累。爸爸辞去了之前那份辛苦劳累的工作，和妈妈一起在村里开了一家小超市。超市的生意十分红火，村里的乡亲们都喜欢来这里购物。大家一边挑选着商品，一边和爸妈唠唠家常，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我也辞去了原来那份忙碌却收入微薄的工作，利用剩下的钱投资了一些小生意。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以及中彩票带来的资金支持，生意蒸蒸日上。我每天忙碌而充实，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为家庭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接下来，我们本期第二篇故事。每次过节回家都被亲戚邻居各种盘问。今年我把他们对得集体住院。毕业3年，我还只是城市里的普通打工人。每次过节回家都要被亲戚邻居轮番盘问，工资这么少，没钱买房子，车子也没有，还没有对象，长成这样不考虑去整个容吗？啊，整容的钱也没有啊。盘问我的人留下个意味深长、关怀智障的眼神，在我凌乱且自我怀疑的表情中得胜而去。1分钟后，我今年依旧混得不咋的消息就会传遍亲朋好友，村里村头，所有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我仍然混得没有他们家孩子好，怪不得这孩子我从小就看他不行，到现在果然也没啥出息。不行，还是回村里种地吧，有村里人帮衬一把总不会饿着。一般在这个时候，父母都会憨厚地笑笑说，孩子大了，随他去吧。我赶紧灰头土脸地和父母告别，在父母不舍和失望交织的眼神中逃离那个梦魇般的家。不过今年狗屎运和桃花运相继和我撞到了一起。受疫情影响，公司前2年效益不好，人员流失严重。我一无所长，怕辞职之后饿死，就继续在公司摸鱼。老板见我坚守公司忠心耿耿，将我提拔成了部门经理。我刚刚上任，疫情解封，我正打算猫在办公室隔离摸鱼，订货商拿着订单挤爆了我的办公室。我一天签了比过去2年还多的订单，成了公司的功臣，被老板提拔成了副总经理，位高权重。我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老板却患了重病。我大喜，跑去医院躲清闲摸鱼，照顾老板。一来二去，和老板的女儿情愫暗生。老板见我俩郎才女貌，十分满意，
将公司的总经理位置放心地交给了我。今年过节，我拉着准媳妇坐进公司的迈巴赫里的时候，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谁要是再敢盘问我，我一定要毫不犹豫地对回去。刚到村口，十几只伸长的脖子就齐刷刷望向从车上走下来的我。哎呦，是强子回来了，1年没见，婶子可想你了。说话的人是村里的大喇叭李婶，不过他说的热闹，坐在凳子上的腚却一动未动。强子，今年给人开车了，我早就和你妈说，你上那个班不挣钱有啥用，不如学我家你哥，给老板开车。这几年跟着老板见了多少世面。我走进村口，笑道：李婶，你可能不知道坐车的规矩，我是从车的后排下来的，那个座位是老板的座位，坐在前排的才是司机，也就是你家我哥能坐的位置。李婶听我说完，灿烂的笑意僵在了脸上，她撇着嘴看了一眼远处，发现车里面居然真的坐着一个给我开车的司机，随即抓耳挠腮了半晌，又道：虽然有了司机，可是你这车标我见都没见过，别是在什么杂牌子的厂家买的什么山寨货吧？开在路上可别散了架子。我笑意更浓：李婶，我这车标您还是别认识了，估计您一辈子也买不起，因为这车一个轮胎就比您家房子值钱。村口的人都张大了嘴巴，李婶的脸上红白相间，十分精彩。对了，我转身要走，想起来一件事，李婶啊，您家我哥要是想换个好点的工作，可以来给我开车，就是我这车太贵，他可能没开过，不过他总要见见世面。我转身潇洒地跨上迈巴赫，司机一脚油门绝尘而去，留下一阵尾气飘扬在村口，把李婶熏得直咳嗽。徐晴见我上车，摇了摇我的胳膊：村口是什么人？我不用见他们吗？我握住他滑嫩白皙的小手，笑道：这些人只是村民，不用见他们，不过马上就到我家了。我那些三姑六婆可是厉害得很。他有些疑惑，我们回来走亲戚，又不是回来打架，他们为什么厉害？我看着大惑不解的徐晴，才想起来他从小锦衣玉食，周围尽是巴结他家的亲戚朋友，哪见过我这么凶险的场面？家里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估计从没遇见过，大概率处理不了。从现在开始，除了自我介绍，你尽量少说话，一切由我来摆平。我嘱咐他，他十分不解地点了点头。很快车就驶到了家里，果不其然，家里人声鼎沸，演员们都聚齐了。我拉着徐晴的手走下车，她的年纪比我还小了几岁，自小娇生惯养，显得粉拙玉气，气质高贵。再加上身上这套贵得离谱的 LV 小礼服和全套的卡地亚首饰，简直瞬间就闪亮亮的成了全场的焦点。男性们直着眼睛看着徐晴啧啧称赞，女性们赶紧把显摆了半年晚上用来锁狗的镀金项链塞进衣服里。最高兴的当然是我妈，拉着徐晴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我爸盯着徐晴看了好一会，确定她不是被我威逼胁迫来的，才欢天喜地的把未来儿媳妇迎进了屋。我手里拿着一条软中华，给围观群众分烟。行啊，强子，傍上富婆水涨船高，都抽上中华了。隔壁王叔把手里发黄的烟屁股扔掉，拉高了嗓门，戏谑地说道：王叔啊，听说您结婚之前穷得整天喝西北风，入赘到婶子家里才吃了顿饱饭，也才有机会捡点婶子抽完的烟屁股闻闻。这帮富婆的本事，我还得和您多学习呢。
我拿了一根烟，在王叔面前晃了一下。王叔啊，这中华味道太冲，不适合你的胃口，你还是继续抽你的烟屁股吧。我把烟插在烟盒里，头也不回地进了屋。徐晴已经被七大姑八大姨淹没，我在屋里转了几圈才找到她，看见她眼神有些惶恐，我赶紧迎上前去。大姑正拉着她的手坐在沙发上嘘寒问暖。大姑家庭条件富裕，势利眼极重，说话不给人留情面。她也一直瞧不上我爸，觉得我爸没钱也没什么出息。我这个侄子当然也是重点被打击对象。晴晴啊，你怎么能瞧得上强子呢？他工作不忠，长得又难看，家庭条件更是跟你没法比。你是怎么想的啊？你别埋怨大姑说话直啊，姑姑，因为强子他人很善良，又很有爱心。徐晴果然江湖阅历浅薄，人品好不好这种事他才不会在意呢。能打倒大姑的只有一个字：钱。大姑啊，我上前接住大姑的话，因为晴晴的家教比较好，从来不用势利眼瞧人，只看人的道德品质，所以就喜欢上我了。我给大姑送过去一个油腻的笑脸，大姑有一些愣神。她在我爸和我面前趾高气扬惯了，每次教训我们俩，我们从来不敢反驳。没想到今天会话里有话的回敬他，他有些恼火。你总得有些势力才能长势利眼呢，你要是穷的叮当响，想长势利眼还长不着呢。我赶紧给大姑作揖，那就恭喜大姑了，如愿的长上了势利眼，希望您新年新气象，再多长一只势利眼，要是跟二郎神一样长3只眼，您就成神了。旁边的亲戚笑成了一团，他们大多数被大姑欺压过，此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大姑横眉怒目，恨恨道：强子，晴晴的家里再富裕，那也是他们家的，你们俩还没结婚，不要以为自己从此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不要拿出小市民仇富那一套嘴脸。周围的人见大姑动怒，有些担心地看向我，我仍然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笑脸。大姑，您还不知道吧？我们公司已经更换了我的法人，所以我现在的资产应该是您的100倍以上。所以要是说起仇富来，你对我有仇才叫仇富。我对你有仇的话，叫看不起穷人，不叫仇富。大姑听了我的话，站起身想要发作，不过见我丝毫不惧，却有些心虚，只对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转身出了房门。原本很喧嚣的房间顿时安静了许多。你大姑就是这样，经常看不起别人，见不得别人比她好，你别往心里去。旁边一个满面春风的人拉着我坐在沙发上，这是我二姨。她早对大姑的嚣张跋扈耿耿于怀，但苦于对大姑的家境有所忌惮，今天才碎了意。不过她更大的不满是大姑抢了她的风头，让她没有充足的时间和观众来夸她的好儿子。强子，你当了大老板了，懂得多，你跟大伙说说，我家你哥哥那个单位是个什么研究院？他说了几次我也听不懂。我一脸无奈地看着满脸期望的二姨，你要夸儿子就自己夸呗，找我接什么锅？二姨家的哥哥学习很好，是个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做的是最新的机械设备研发。我们公司还和他所在的研究院合作搞了个项目。是啊，你看你哥哥有多照顾你，把合作的机会独独给了你。二姨一脸傲娇地说道，你们小公司啊，一定要懂得感恩，珍惜和你哥哥合作的机会。你哥哥的研究成果啊，随便拿出来一项就能养活你们一公司的人呢。我叹了口气，
调整了一下接下来的措辞。我本来敬重文化人，不想对文化人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姨，谁让她自己往枪口上撞呢？二姨啊，感恩是没错，不过您最好打电话问问哥哥，是谁出资养活的谁。我把手机里的一份文件转给了二姨。哥哥的研究院和我们公司的合作是他们出技术，我们出钱，这是哥哥给我的拨款申请，他还在单位等着我给拨钱呢。麻烦二姨抽空帮我看看这申请，如果可行的话就跟我说一声，我赶紧拨款，也让哥哥抓紧回来陪您过年。二姨看着文件上申请人一栏签着哥哥的大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家里的气氛莫名的有些沉重。我便拉着徐晴到门口的池塘边散步。三叔，你怎么才来啊？刚刚出门，迎面一个穿着粗布衣服，身上有些脏污的人正向我家走去。哦，忙着看孙子来着。三叔本来在村中心气颇高，不过3年前儿子娶了个媳妇，结婚的彩礼钱几乎把家底掏光不说，儿媳妇进门之后就和公婆势同水火，纷争不断。三嫂终日以泪洗面，有了孙子之后更是天天鸡飞狗跳。三叔看来刚刚和儿媳妇大战一番，他刚要从我身边经过，又停下来仔细打量我，你怎么还不找个对象回来？我刚要把走在后边的徐晴介绍给他，他兀自说道，你的眼光也别太高了，你自己是什么条件还没有数吗？别的混成了个光棍。我皱了皱眉，向着后面的徐晴挥了挥手，示意他暂时不要过来。我对三叔一家本来比较同情，却没想到他还想要在我身上找点自信。三叔啊，我这不也着急呢吗？要不把您家儿媳妇的姐妹给我介绍介绍，也让我能成个和和美美的家。三叔见我提到儿媳，一脸不悦。我家你弟弟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结婚了。是啊，我赶紧让我爸也把房子买了，凑足了彩礼钱才能娶媳妇。三叔的脸色已经发青，我还真就怕有个孩子让父母操心，要是娶个媳妇不着调，再生个孙子可就是催命了，您说是不是？我热情诚恳地向三叔征询意见，可是三叔不再搭理我，黑着脸转身向我家走去，不小心在我家门口摔了个狗吃屎。我心情大好，牵着小美女的手在村里遛弯，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亲切地打招呼。强子啊，现在工资多少钱啊？到手就没啊？这不想跟您借点钱呢。再见哈。强子啊，你咋还不结婚啊？我媳妇这不在身边呢吗？要是您觉得我挺空虚，把您闺女再介绍给我啊，我不嫌多。阿姨还有事，你先忙。强子啊，听说你当了大老板了，给我儿子安排个工作吧。好啊，我们公司保安队还缺个人。当我没说，路过村里的卫生院，我似乎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颤颤巍巍地走了进去。我赶紧过去掀开卫生院的门，大姑、二姨和三叔正躺在床上输液，李婶和王叔在里间吸氧。看见我进来，所有人默契地背过头去。哎，你们几个的病因一样，都是急火攻心，气息不顺。这大过年的是谁气的你们？医生絮絮叨叨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在门口露出了关切的微笑。医生，给我大姑、二姨和三叔一个人再加1瓶，都要53度降香型的，算我账上。几个人的脸都黑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